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月18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1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25.69，收盘价是131.49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31.70。最低价是在125.02，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站上了20日均线值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863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03 倍量增。KD 值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并且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的趋势发生转变，并且呢，这样的转变的强度在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月1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小绿 K 线。那它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横盘之后的突破中。那么我们会看到当日这根 K 线它是一根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呢，收盘价在最高价附近，成交量是量增的一个趋势。对，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高，这里我们指的前高是1月11日的这个最高点。那也就是说，这样一来出现这根 K 线之后，建立了头高底高的一个短期多头的一个趋势。所以说这些指标都预示着股价后续会继续上行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说股价会实现向上突破，收盘价在127.5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回档下行，那股价会收盘在109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实际在1月17日收盘价是在131.49，也就是它完成了向上突破，它突破了我们定义的这个12月30日和1月3日这2根 K 线的一个盘整区。对，那也就是说它突破了这样的一个盘整区，并且我们说一个特别关键的指标就是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，并且在当日这个20日均线值又成为一个支撑，又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。所以说这样的一根 K 线在这样的一个叫做背景下呢，它是一个上涨的信号 K 线。对，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上行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。由于目前这个股价已经突破了我们定义的这个盘整区，所以我们先把这2条水平线删除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说股价继续上行，它的目标将是第一个目标将是在135。我们先加水平线，然后我们来做解释。我们把它加在135。好，
这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135的由来呢？它是我们来看12月16日一直到12月27日这样连续下跌红 K， 如果我们把它合并之后是一个实体长红 K 线，那么它的这根 K 线的50%的成本线就是在135附近。对，所以我们说这50%的成本线对于这样合并之后的实体长红 K 线啊，它是一个强压力。对，所以股价后续的第一个目标呢，就是要突破这样的一个强压力。那如果再继续突破这个强压力呢，上方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这条水平线是在143。143呢，这条水平线是从12月12日一直到12月27日这样连续下跌的红 K， 如果合并之后的一个实体长红 K 线，50%的成本线是在143。那在这里我们要更正一下啊，在前一期视频我们在描述这个水平线的时候，我们说的是12月16日到12月27日的，当时是有误的，所以我们再想重复说明一下，143这个水平线是12月12日到12月27日连续下跌 K 线合并之后，这个实体长红 K 线50%的成本线是143。好，这是股价上行的第二个目标。再向上的目标，我们说首先就是要突破12月16日到12月17日这根连续下跌红 K 的最高，这是它的第三个目标，也就是在161。好，那对于上行来说，我们说在135和143这两个位置呢，都是强压力。对，也就是股价上涨到这两个位置，如果不能突破呢，很容易会出现回档。所以对于上行，我们要特别关注135和143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的下行呢，我们现在要加一条趋势线。对。那这条趋势线呢，我们说是由1月6日的最低，在这个地方，和1月13日的这个最低，在这个点。为了画清楚，我们这样来做这条线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它变一下颜色。好，这样的趋势线呢，它是一个底高的上行趋势。我们说1月17日这根 K 线啊，已经突破了我们原先定义的这个盘整区，那么它超过了收盘价，站上了前高1月11日的最高，也就是说建立了头高底高的一个短期多头的趋势。所以如果股价目前如果出现回档或者下行，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跌破这条上行的趋势线。那么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呢，我们把图放大，它应该是在120.5附近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那这是股价如果出现下行，它的第一个目标。当然我们会发现啊，在股价如果出现下行要完成这第一个目标的之前呢，我们会看到会有很多支撑线，也就是5日均线值、20日均线值，包括这个缺口，包括我们说下方这个地方还会有10日均线值。
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支撑的力度还是很强的，它的支撑点位是比较多的。好，那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如果跌破了这条趋势线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跌破1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是在115.6，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这是它的第二个目标。那如果跌破了这条水平线呢，我们说股价将会由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会变成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，所以这个点位是比较关键的。那如果这个点位被跌破呢，说股价继续下行的目标将是1月6日的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好，我们把100关口这个线上移到这个位置。好的，然后我们把下方这条水平线删除。好，那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下行呢，首先就是要跌破这个上行的趋势线，是在121，接下来就是要跌破115.6，来重新回到短期的空头。那再向下的目标就是要测试前面的最低101.81。好，那对于股价的下行呢，我们说在这条趋势线附近，也就是120点附近，这是强支撑。股价回落到这个点，回档到这个点的时候呢，是很容易遇支撑而继续反转向上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的后续的下行。那对于1月18日，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5日均线值。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25到128之间。那么我们取一个中值相对高的一个中值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在127。我们把它变成红色线，对。所以对于1月18日，我们要关注的就是5均值，也就是股价遇5均值是不是遇支撑，然后呢继续向上。如果股价再能够回踩5均值，然后呢再向上呢，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一个上涨的会有进一步的上涨，对。也就是为上涨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。对，那上方对于1月18日，我们还要关注135，也就是在135股价是否会遇支撑而转折向下。好，那对，如果我们说股价不出现大的波动呢，我们认为会沿着这条趋势线继续上行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股价后续走势的分析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给出一个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我们说，1月17日收盘价过前高，然后建立了头高底高的多头趋势，短期多头趋势，并且当日呈现的是量增。所以呢，从技术上说，131.49这个收盘价，它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做多的进场点。对，那如果从这个点位做多进场呢，我们说守停损守在1月13日的最低，也就是在115.6附近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月18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这个第一个目标在135。我们再重复说一下，它是12月16日和12月27日这个合并之后实体长红 K 线50%的成本线。再向上的一个压力位，第二个压力位是143，它是
12月12日和12月27日这些 K 线合并之后50%的成本线。那再向上的一个压力呢，就是161，是12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方的支撑。下方的支撑啊，我们依次来说一下。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25到128之间，然后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20到121之间。那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啊，是在122到123之间。那我们还会看到下方还有一个缺口，从122.63到125.02。那所以说啊，我们把它合并之后，这些叫做值合并之后，那最低是10均值会在120，是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最高呢是128，是5日均线值的最高。对，那么这些值合并之后，第一个支撑区间是从120一直到128，这是第一个支撑区间。我们会看到这个支撑区间啊，不但支撑的点位多，而且强度是非常大的。好，当然还有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底高上行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，这也是一个强支撑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支撑。第二个支撑就是115.6，是1月13日 K 线的最低。然后第三个支撑就是101.81，是1月6日的最低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1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2个可能，上涨和回档。那在上涨的这可能当中呢，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。好，那股价继续上涨，那它应该是一个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37.5，在这个位置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28.5，收盘会收在136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上涨的第一个点位，也就是说它会站上我们说的我们自己分析时候说的这个第一个目标，135。那另外一个点位呢，我们说股价会是一个大幅的上涨，它将是一个，如果是大幅的上涨，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32，对，然后最高上方会到达143，收盘会收在142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它的条件呢是当日必须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31的，对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上涨。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如果出现回档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35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25.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26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低开盘，然后在当日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3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股价才会出现回档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月1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